上一期视频把这个金档子拆开分成了2个桩，综合了老铁们的建议，最后把它做成了斜杠式造型。原因有2点：一是尽可能突出这个桩根的特点；二是做成斜杠式造型能形成比较强的动感。做成临水或者是悬崖也可以，但这2种造型更注重根的抓力和稳重，截短了有点可惜，仅有的一点灵动之美也会被埋没。不同的树种都有自身的特点，像金档子树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根，买桩材时挡不住诱惑，也在于金档子千奇百态的根上。玩金档子盆景主要是玩根，像这种根更适合以根带干。做金档子树桩造型要考虑它的根，要充分把根的特点呈现出来。金档子根萌发能力强，上盆要多用点腐叶土，土质收松，根生长更快。金档子开花结果要消耗大量的养分，除了养护过程中正常的施肥补充营养，2至3年要对盆景进行1次休耕换土，时间最好在秋末或者早春进行。确定为斜杠造型，对其他枝干调整也要以主干形成方向及变化角度为参考。像这个桩以根带干，根就是参考点，其他干的调整要与根形成一体，不要失去联系性，即根干过渡要连续，根与干在造型中要连续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造型。这个桩根朝右倾斜，然后180度转折，形成逆风而立姿势。其他干的调整都要以此为参考点，逆风而立才能形成强烈的动感。在树桩造型过程中感觉不好把握，关键还是没有掌握好顺势而为。像这个桩在造型中把枝干也调整向右，就会与根所确定的树势逆向而行，不仅违背了树的生长规律，也会形成一个 S 弯的造型。确定好干的主体方向，按照斜杠式造型的要求，确定干的长短、枝条的分布。对枝干怎样取舍，主要依据干的过渡和枝干粗细比例进行。这个桩上下空间取舍调整是重点，2干间要形成呼应，才不是整体。2干之间直立或者是向下的枝条不要留。减出空间才好对枝干做进一步的取舍。像这个枝条，确定它的去留，要看与干的粗细比例，比例协调把它剪短，留1到2个侧枝。像这条干，从这里剪掉，利用这个枝条做干的延续，这样就形成了干的过渡。这条干的取舍也用同样的方法，要选好干的过渡点。上面的干要短，干的长短要依据总体造型比例，上短下长，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构成。树干上枝条的分布要明了，粗枝不要对称，对枝条取舍从干的后端往前，这样就形成了左右交替分布，给以后枝条的生长和造型留出空间。这2条枝对称，与下端枝平行，从这里结个顶更符合树势要求。像这种对称枝只能留1条，下端的平行枝也要把它剪掉。去繁从简，2条干变得更加清晰，层次也比较分明。从剪基子开始，干的过渡形成，枝条的交替分布到空间留白，整个取舍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。在操作时不需要一次性完成，可以分几次去做，想明白了再动手。像这颗金档子，对干的修剪取舍后，能形成单干成景，就基本达到了目的。把干吊了到位，吊老时要注意2干之间的角度，空间大小要协调。
先做一个临时定位，再换一个角度看，两杆重叠在一起，基本失去了立体感，要前后把它们分开。调整杆的后端，要掌握好受力点，使杆朝外偏移。这个出杆点的角度要调小，尤其是这条杆过直的部分有点长，调整3米没办法弥补。再做一次拉弯，金档子不适合破杆拉弯，对这种完全木质化的支杆，只能做开口拉弯处理。做拉弯不要一次把它拉到位，要分步进行，用力不能过猛，主要倾旋拉出木质部分，这样操作才可能避免爆皮。在吊拉前要选择好固定点。金档子的杆比较硬，很难一步把它拉到位。固定好，要逐步加力，用胶带扎紧。杆定位好，再对出支定型。像这种枝条，做一个简单的吊拉，改变它的方向。等出支之后，再剪出合适的长度。杆的前端是控压的重点，可以适当的进行攀扎调整。把手杆清理干净，这点疤痕要早点修，剪掉之后要做密封处理，这样才能形成愈合。一本双斜杆基本形成，像这种从头到脚都要调整的处，要改动的地方比较多。像这条根过直，根朝上，也要开口拉弯，但现在不行，玩盆景要有尺度，很难一步成型。等树桩恢复到正常的生长状态，再动一次手不会吃亏。我是山区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续见。